近日，新加坡迎来首辆中国造自动驾驶公交巴士 Mogo Bus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新加坡史上第一辆自动驾驶公交车，一经落地就刷屏当地社交平台，民众的感叹声就没停过。看完只能说，中国制造又一次在全球露脸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最近，新加坡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，就是中国造自动驾驶公交巴士 Mogo Bus。这次抵达新加坡的可不只是一辆，而是首批6辆 Mogo Bus。它们由蘑菇车联联合比亚迪等企业共同打造，计划在2026年下半年投入常态化运营，专门服务于滨海湾400路、纬一科技城191路2条公交线。以后新加坡民众出门就能坐上来自中国的无人巴士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自动驾驶巴士而已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但要知道，新加坡对自动驾驶技术的标准堪称全球最严苛的，能被新加坡选中，还能进入当地官方公交骨干网络，可不是件容易事儿。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自动驾驶技术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。早在去年10月，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就宣布，蘑菇车联合比亚迪组成的联合体独家中标了新加坡首个官方 L4 级自动驾驶巴士项目。消息一出，当时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毕竟以前很多国家的自动驾驶出海都只是在封闭园区做测试，而中国的 Mogo Bus 一出手就直接切入了新加坡的核心公交网络。Mogo Bus 刚抵达新加坡就被民众围得水泄不通，大家纷纷拍照打卡，社交平台上全是相关讨论。有新加坡网友直言，没想到第一次坐自动驾驶公交竟然是中国造的，看着就很安心。还有上班族感叹，以后赶公交再也不用怕司机迟到了， AI 可比人靠谱多了。甚至有老人调侃，不用再担心司机急刹车，以后坐车再也不用扶扶手了。当然，新加坡引入中国自动驾驶巴士可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真的有实际需求。熟悉新加坡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国家土地资源有限，劳动力长期紧缺，公交司机短缺更是老大难问题。新加坡交通部代部长肖振祥就曾在国会表示，引入自动驾驶巴士就是为了缓解巴士司机短缺的问题。很多民众也表示理解，有网友留言，新加坡公交司机确实不好招，尤其是高峰时段，经常要等很久才能等到车，自动驾驶巴士来了，应该能缓解不少压力。还有人说，以前总听说中国自动驾驶厉害，现在亲眼看到，确实名不虚传，既能解决司机短缺，还能提升出行效率，一举两得。大家可别以为 Mogo Bus 能通过新加坡的严苛标准，靠的是运气，它的硬实力摆在那里。先说说配置，全车搭载了蘑菇车联自研的端到端自动驾驶系统，配备8颗固态激光雷达，还有毫米波雷达和超声波传感器，能实现360度无盲区感知。不管是新加坡高密度的车流、突发的暴雨天气，还是复杂的路口，都能精准应对，不会出现失误。而且它还针对新加坡的情况做了本地化适配，比如新加坡的右舵行驶，科研人员就专门优化了操控系统，考虑到当地多雨的气候，车辆还通过了静态淋雨、动态涉水等严格测试，确保雨天也能稳定运行。除此之外，全车还标配了加长斜坡踏板、轮椅固定装置等无障碍设施，贴合新加坡公共交通的人性化标准，这一点也让当地民众赞不绝口。可能有人会担心，自动驾驶巴士安全吗？其实完全不用操心。Mogo Bus 在国内已经在20余个城市落地，累计服务超20万人次，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。而且在新加坡落地前，它还经过了一系列本地化测试，确保完全符合当地陆路交通管理局的安全运营规范，到站准点率、停靠精度等关键指标都和传统公交看齐，甚至更优秀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 Mogo Bus 的成本比传统公交低很多，只有传统方案的1/3到1/5。对于新加坡来说，既能解决司机短缺的问题，还能节省运营成本，简直是性价比之王。
蘑菇车联的副总裁吕斌也表示，他们从车辆设计之初就将自动驾驶系统与整车深度融合，大大缩短了在新加坡的适配时间。而且新加坡项目只是一个起点，目前他们已经和 LG 电子合作，开拓韩国市场，东南亚、中东等地也对中国的自动驾驶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。这标志着中国自动驾驶已经从产品出海迈向了方案出海、标准出海的新阶段。对于新加坡民众来说， Mogul Bus 的到来不仅解决了出行的实际问题，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智能交通的便利。有网友调侃，以前总觉得中国产品只是便宜，现在才发现中国制造的技术也这么硬核，以后说不定新加坡的公交都会被中国自动驾驶巴士承包。还有人表示希望试点能顺利，以后能在更多区域看到中国造的自动驾驶巴士，出行会更方便。按照计划，2026年下半年，这6辆 Mogul Bus 就会正式投入运营。到时候，新加坡民众在滨海湾搭乘的不只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，更是智能交通变革的缩影。从中国经验到师承适配，中国自动驾驶正在改写城市出行的未来。而 Mogul Bus 就是中国制造的国际化面孔。提到蘑菇车联，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家如今在全球自动驾驶领域崭露头角的企业，起步时也只是行业里的小透明。蘑菇车联成立于2017年，可能有人会说，2017年正是自动驾驶行业的风口期，到处都是融资造概念的企业，蘑菇车联不过是赶上了好时候。这话其实没错，但也不全对。风口期的企业多如牛毛，大多是昙花一现，要么靠融资续命，要么造个 demo 就宣称实现自动驾驶。而蘑菇车联从一开始就走了条笨路子，不炒概念，不玩噱头，一门心思搞技术做落地。成立初期，蘑菇车联没有盲目跟风搞乘用车自动驾驶，而是精准切入了商用车和公共交通领域。当时很多企业都觉得乘用车自动驾驶才是高大上，公共场景又复杂又麻烦，投入大，回报慢，没人愿意深耕。但蘑菇车联偏不，他看透了公共交通领域的痛点，公交司机短缺，运营成本高，路况复杂难管控，而自动驾驶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。刚开始的时候，蘑菇车联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没有太多曝光度，也没有大客户找上门，科研团队只能闷头搞研发，从最基础的感知算法、自动驾驶系统做起，一点点打磨技术。那时候行业里不少人调侃他，放着乘用车的风口不追，偏偏去啃公共交通的硬骨头，迟早要栽跟头。但蘑菇车联不管这些，依旧按部就班，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技术突破上。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成立没几年，蘑菇车联就推出了自研的端到端自动驾驶系统 Mogul Autopilot， 这也是后来 Mogul Bus 的核心技术支撑。这套系统不依赖第三方技术，从感知、决策到控制全都是自主研发，这在当地的行业里并不常见。毕竟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时间和成本，都会直接采购第三方算法，而蘑菇车联从一开始就坚持核心技术自主可控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出海打下了坚实基础。有了核心技术，蘑菇车联开始尝试落地试点。他没有一开始就瞄准大城市，而是先从国内2、3线城市和园区入手，慢慢积累数据和运营经验。从北京的园区接驳线到上海的旅游专线，再到各地的微循环线路，蘑菇车联的自动驾驶巴士一点点出现在大众视野里。刚开始落地的时候也遇到过不少质疑，有市民直言，没有司机的车敢坐吗？万一出故障了怎么办？面对这些质疑，蘑菇车联没有辩解，而是不断优化技术，完善安全冗余，确保每一次运行都万无一失。就这样，蘑菇车联的自动驾驶巴士在国内慢慢站稳了脚跟。截至目前，它已经在国内20余个城市落地，累计服务超20万人次，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，从来没有出现过安全事故。这个数据在国内自动驾驶公共交通领域堪称亮眼。也正是这段国内落地的经历，让蘑菇车联积累了海量的多模态数据，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巴士数据集，这也成为它后来能快速适配新加坡路况的关键。如今的蘑菇车联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小透明，而是成为中国自动驾驶行业的标杆企业。除了新加坡项目，它还和 LG 电子合作，开拓韩国市场，
东南亚、中东等地也对它的技术表现出浓厚兴趣。按照蘑菇车联副总裁吕斌的说法，新加坡项目只是一个起点，未来他们还会在自主协同和集群作战方面深入探索，让中国自动驾驶技术走进更多国家和地区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